領養定買？會唔會有人先問過隻貓嘅意願㗎？歡迎返到嚟日常研究部。今集我哋唔係想傾領養定買貓呢個道德爭議，反而想同大家探討一個更加現實嘅問題。其實養任何寵物本身都係一場賭博，就好似當你決定去養一隻貓，就算你肯花錢買純種貓，好大機會因為近親繁殖而出現嚴重健康問題。相反，你喺義工或者領養機構度收養返嚟嘅貓，佢可能喺你眼中近乎完美，但偏偏就好難同你其他貓相處，又或者其實有啲隱性嘅健康問題，而相關人員又未必知佢底細。至於養幼貓就更加要睇你運氣啦。始終每隻貓都有佢哋嘅隱藏成本，你都最好有定心理準備同基礎知識，了解下佢哋嘅背景同經歷，避免因為一時衝動，又或者唔信他人，做出無可挽回嘅決定。我哋呢個頻道主要係探討生活同寵物嘅有趣話題，有你哋嘅支持，我哋至可以持續向前。無論你係領養定購買，當你準備要同一隻貓承諾未來之前，記住佢嘅過去其實同你都有關，因為佢經歷過嘅一切都會影響你哋之間嘅關係。以下我哋綜合咗唔同主人嘅經歷，分享貓喺嚟自4個唔同背景下入屋之後嘅行為、反應同特質，希望可以俾到大家做個初步參考。記住睇到最後。流浪貓。我隻公貓係喺庇護中心領養返嚟嘅，職員話佢之前經常喺垃圾站流連，身上有舊傷，啲毛打晒棘咁，一見到人就會即刻閃開㗎喇。記得頭一晚接佢返屋企，成晚都匿埋喺洗衣機後面，喐都唔喐啊。到咗第二晚半夜，佢先肯偷偷出嚟食少少嘢咁啦。我試過行近佢㗎，佢就出爪嚟警告我。當時我真係冇逼過佢，淨係每日定時定候放好晒啲糧同水，得閒講兩句俾佢聽下我把聲咁咯。2個星期之後，有一晚佢竟然靜靜跳咗上我張床，喺我腳邊度瞓。嗰刻我先至覺得佢真係開始信我啦。依家佢會主動走埋嚟嗲我，要我摸佢，仲會瞓喺我大髀度。不過每次一聽到門口有膠袋聲，佢就會即刻豎起耳仔，眼定定望實個門口，好似隨時有咩事要逃走咁。我本身養咗3隻貓，其中一隻暹羅貓好黐我㗎，成日跟出跟入。佢畢業之後，我就去領養咗一隻1歲半嘅貓女返嚟。聽講佢之前係流浪貓，又俾人退養過好幾次，所以對人好有戒心㗎。接咗佢返屋企之後，見佢成日都好緊張咁，仲特別怕嘈，有時一見掃把就即刻彈開。平日佢都會跟住我嘅，但又要保持住距離喎。佢唔中意俾人抱㗎。屋企舊嗰隻貓一開始對佢都好有興趣，頭1個星期成日撩佢玩，不過就見佢好戒備咁，仲會發出呼呼聲添。我估佢似乎真係唔識點玩啊。有次我用個玩具掂下佢個鼻，佢都嚇到即刻走開，有時又會死咬住啲玩具唔放。我諗佢可能以前生活壓力太大啦，連點樣放鬆去玩都未學識。過咗咁多年，我仲好記得當日我係喺領養中心第一次見到佢啊。佢曾經係流浪貓嚟，因為遭遇車禍冇咗一隻後腳。我知好多人都會嫌棄佢，但我就俾佢望住我嗰種眼神吸引住。諗翻起帶佢翻屋企嘅第1個星期，佢完全冇理我㗎，淨係成日霸住個窗台睇住每架車嘅經過。佢唔中意瞓貓床，寧願縮埋喺鞋櫃後面瞓。到咗第2個星期，佢開始喺半夜細細聲咁喵喵叫，好似發開口夢咁。到咗第3個星期，我終於喺床邊第一次聽到佢嘅煲水聲啦。
慢慢佢仲學識咗喺陽光下側身瞓，挨住喺我嘅枕頭旁邊。雖然佢係少咗隻腳，跳唔到上梳化噶啦，但我見佢嘅求生意志只係仲好強，成日都好盡力咁試下爬上去。棄貓。我係喺討論區見到呢隻貓公嘅，原來因為佢主人要搬屋，就俾人送咗去收容所啦。我記得當初我接佢返屋企，佢仲係戴住個又殘又舊嘅頸帶，但問題係佢當時實在太乖啦，唔叫唔玩唔喐，連要拗痕啊都要望下我，好似要我批准先敢喐。呢種乖唔係聽話，而係令人好心酸啊！最心噏嘅係，到每日差唔多5點鐘，佢都會坐喺近門口望住個街。義工話可能就係嗰個時間，佢俾主人遺棄啦。過咗大概1個月，我終於聽到佢第一次出聲，就喺我出門嗰刻，佢突然用盡氣力咁叫我返轉頭，嗰下真係嚇親我。之後我好快同公司調咗返工嘅時間，同埋盡量唔好留佢一個喺屋企啦。再過咗幾個月後，佢開始識玩玩具啦，仲會主動行埋嚟，用個頭挨下我。雖然我知佢未必真係忘記以前嘅事，但至少佢學識相信我啊。我喺領養中心領養咗一隻8歲嘅貓女，職員話佢係俾原本主人遺棄之前，應該已經餓咗一段好長時間，所以對食物會特別緊張。記得剛啱帶佢返屋企，佢幾乎每次都會衝埋去搶其他貓嘅嘢食，仲會將個碗啲肉醬全部撥晒出嚟。就算食飽咗，佢都會守住個碗喵喵叫，唔俾人行近。於是我就由頭嚟過，定好晒固定嘅餵食時間，又用好溫柔嘅語氣去安撫佢。搞咗2個月之後，呢種信任先至建立到，佢終於學識等待。唔會再去貿貿然搶其他貓嘅嘢食，仲會將食剩嘅一半讓俾另一隻貓添。依家佢雖然一聽到膠袋聲都仲會嚇一跳，但就會即刻走嚟我腳邊咯。我都係喺收容所接咗隻貓女返屋企，聽講佢以前其實有個屋企啊，仲係一個有細路嘅家庭，一齊住咗成3年。但之後嗰家人將佢遺棄喺屋企樓下個花槽，好彩有好心人發現，送咗佢去庇護站。我帶佢返屋企之後，佢成日都坐喺門口，好似等緊人接佢返去咁。頭嗰幾日佢完全唔出聲，唔叫唔瞓，喐都唔喐，淨係匿埋喺個角落，食嘢又好怪，咩罐頭都唔食，淨係飲水。後嚟我先至發現，只要我一着外套準備出門口，佢就會開始緊張到不得了，行嚟行去，拍門，好似驚我走咗唔返咁。再過咗1個月，佢終於肯俾我坐喺佢隔離啦。有時佢會細細聲咁叫2聲，再抬起頭嘆氣。我唔係好知佢究竟係唔信任，定只係太驚再一次俾人遺棄啦。半年之後，佢第一次主動跳上嚟梳化陪我，仲會發出咕嚕咕嚕聲。嗰刻我見到佢終於開心返晒啦。繁殖場囤積貓。我領養咗一隻由繁殖場救出嚟嘅貓女，嗰個所謂貓舍其實根本係非法繁殖場嚟。啲貓長期被鎖喺鐵籠入面，生完一胎又一胎。記得帶佢返屋企嗰晚，佢成晚都匿喺角落，一見人就失禁。頭1個星期，佢幾乎乜都唔食唔飲，佢仲唔識自己清潔，毛髮打晒棘，成身都係皮屑。我本來以為佢病咗，點知獸醫話呢啲就係長期俾人禁錮嘅後遺症，對咩都麻木晒咯。佢唔識玩，唔驚吸塵機，又唔識用貓砂盤，淨係求其搵個角落就便便。我教咗3個月，佢先肯用砂盤。半年之後，佢開始會喺陽光底下打理下啲毛髮，仲第一次主動舔我隻手指。嗰刻我真係喊咗出嚟啊！我係正式由領養中心接咗一隻幼貓返屋企。
啲義工淨係話佢係嚟自一個俾人查封咗嘅繁殖場。當帶佢返嚟屋企之後，呢隻藍白貓連續2個星期都冇出過房門。佢唔會理毛，唔玩玩具，又唔理人，連叫聲都好微弱。但當我每次拎個糧碗過去，佢就貼住個地好急咁食，唔夠幾秒就嘔返晒出嚟。獸醫話可能係長期冇嘢食先會搞成咁。我唯有之後分開幾次餵啦，每次少少，仲會用好溫柔嘅語氣同佢講，慢慢食，唔使急咁安撫佢。過咗3個月之後，佢終於開始識得梳理下自己條尾。依家佢仍然好抗拒密閉嘅空間，好驚要入貓籠，又好憎閂埋門。但當我見到佢喺陽光下伸懶腰個樣，我覺得所有付出都係好值得。喪主貓，我係喺庇護中心接咗隻8歲嘅老公貓返屋企嘅。職員話佢因為原主人過身，俾人送去收容所之後，一直唔肯食嘢，情緒好低落。諗起剛啱帶佢返嚟頭一日，佢成日匿埋喺角落，連個頭都唔肯抬起。到咗半夜，我先聽到佢發出好細聲嘅喵喵聲，好似喺度揾緊邊個咁。過咗1個星期，佢終於肯食返2啖雞胸肉，仲開始慢慢會跟住我行。但每次喺我閂埋門準備出街，佢就會好焦慮咁喵喵叫，要等到我開返道門先肯靜返落嚟。有人話呢啲情況可能係分離焦慮，但我就覺得應該係同佢失去之前嘅主人個創傷有關係。依家佢會主動跳上嚟梳化度黐住我坐。當我發現佢望住我嘅時候，好明顯佢知道自己已經唔係再冇人理啦。我收養咗一隻11歲嘅黃貓，收容中心淨係話我知佢個主人係位獨居嘅老人家，幾個月前過咗世啦。當初我第一日帶佢返屋企，佢嘅反應異常平靜，靜到有啲得人驚啊！佢唔叫唔玩，成日匿喺書架最高嗰層，一見人行近就將個頭撲埋去牆角，我都唔知佢想點啊！連貓糧都要就埋佢，放喺書架最高嗰層先肯食。我觀察咗好幾個星期，先慢慢發現，原來每當夜晚熄晒燈，佢就會發出細細聲嘅咕嚕聲，好似喺度自言自語咁。過咗2個月之後，佢開始肯主動行近人啦，但淨係會喺我睇書或者用電腦嘅時候，先會靜靜咁瞓喺隔籬，好似要見到啲熟悉嘅動作先安心咁。仲有，我見佢會對舊式嘅收音機聲特別有反應，我估可能係佢之前嘅主人成日都聽收音機啩。總括嚟講，你會發現無論喺寵物店、義工手上定係領養機構度，好多貓嘅命運都好坎坷。至於造成呢種惡性循環嘅原因，相信仍需要再喺度多講。與其指望有良心嘅商人，或者執着要揀個樣生得最得意、毛色最靚，不如揀隻喺現場同你最有眼緣嘅貓啦。因為喺某程度上，佢嘅出身都唔及佢對你嘅反應咁重要。由你哋第一次見面開始，佢其實已經用條尾、用個鼻，甚至眼神好認真咁同你進行面試。當你 pass 咗呢關，就代表佢都有心想同你發展關係，而唔係根本大家冇共識，為咗一場交易而走埋一齊咯。歡迎分享交流你嘅諗法同經歷，記得訂閱我哋嘅頻道，按讚同分享。多謝你睇到最後。